女孩一直在说不，但男人还是不想放过她，然后就对女孩用了强。谁知第二天晚上，男人又在校园里表演起了脱口秀。原来他是一名喜剧演员，可却喜欢靠强奸玩笑博眼球，还获得了学生们的附和。而就在男人肆意编排低俗桥段时，台下终于有女生发声反对，但广坤却并未就此收敛，反而嘲讽 ：“One guy rapes you, that's not funny. Two guys rape you, that's tragic. Three guys rape you, that's comedy. Renee, if you got gang rape tonight, you would get that." 而他的这番羞辱结果真的导致了悲剧，两名被煽动的男生在半路拦截了蕾妮，将她拖到暗处残忍性侵了。事后蕾妮赶紧来报了警，直指罪魁祸首就是广坤，因为都是他怂恿的。随后警察就来找了广坤对质，但广坤可是靠着争议言论走红的，对蕾妮的遭遇很是不屑，还拿出了言论自由做挡箭牌，狡辩我只是在表演，开个玩笑而已。那些学生做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但警察可不接受他的诡辩，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广坤竟主动邀请警察来看他的演出。可谁知当警探们如约而至后，广坤竟在舞台上公开调侃警探们多管闲事，还将强奸案当成新的喜剧素材，毫无底线可言。他自称刚搞了一个大学生。This little spinner came back to my hotel room and proceeded to order a crap ton of room service. I'm talking champagne.Mozzarella sticks, that's classy. And we have some mind-blowing sex. I think I did, I don't know. I was so hammered, I don't remember. But my question to you guys is, was that rape? We were both drunk, in my hotel room, in my bed, completely naked. All right, I had my socks on, it's a good look. But seriously, was it rape? 而这明显是对警方的挑衅，他们立马气愤地离场了。可就在刚走出门口之际，一个女孩突然追了上来，她自称我就是广坤刚才提到的女孩，我认为她强奸了我，刚才居然不是开玩笑。接着卡莉向警察讲述，我是学生会主席，帮助组织广坤在学校的演出。前晚演出结束后，他请我到酒吧喝酒，我喝了一杯又一杯，他也喝了，但我喝的有点多，然后我就跟着他回了酒店。接下来就有点断片了，可半夜我醒来后发现 I was face down in a pillow. I had my legs hanging off the bed.And he was inside of me. I wasn't used to where he was. And it hurt a lot. What, did he tell him to stop? Say no? Yes, both. But he just said, hang on, doll, I'm almost finished. 事后我不知所措，待到天亮，然后他给了我一个礼品袋，里面有帽子和礼品卡等，并且回到宿舍后，我写了一封邮件想发给他，但是却从没有发出去过。而一听这话，警察当即让他保存好草稿，不要再动了，这可能成为证据。而随后的体检也显示，卡莉有明显强力后门插入，还伴有淤伤、撕裂和肿胀，这跟广坤表演时说的都对上了，他那就是招供。然而检察官却认为，如果根据广坤脱口秀的内容指控他，这属于迫害言论自由。可警察认定广坤就是个权力自信型强奸犯，但这不足以说服检察官，因为醉酒的卡莉可信度很低，还需要其他的受害者指证。于是警察立马加班加点调查，很快就通过卡莉收到的礼品卡，先找到售卖的商店，再按照序列号查出广坤一共买了12张，接着又追踪到了这些收到卡的女孩。虽然他们大多数称是自愿发生关系的，但还有一些人说广坤很粗暴，可没有人不舒服到要提出指控的程度。而由于他们不舒服也没提出指控，检察官也不能认定是强奸，他还是不愿起诉。然而本森却不答应，坚称这是广坤的犯罪行为模式，并且现在还有一个原告蕾妮，必须追究他的责任。虽然检察官表示即使追查也不会有胜算，但本森认定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就这样，检察官勉为其难同意起诉了。接着很快就开庭了。首先，卡莉读了他那封没有发出去的邮件，表达了自己当时不愿意的意思，也承认一开始是两情相悦，但后来我昏倒了，等醒过来却发现正被击剑，那很疼，所以我说了 no。可广坤并没有听，他只是做了他想做的事。不料对方律师却反驳卡莉那晚喝醉了，从学校到酒店整个过程他都是顺从的，因此猜测卡莉是故意借酒醉放荡，想体验不一样的性生活，就这样把卡莉怼得无话可说。广坤完全占据了上风，并且不止如此，律师又传唤了本森出庭，让他证实醉酒会影响人的记忆力，并且会增加女性后悔性行为的机会，从而推断出卡莉因醉酒有断片，所以他或许同意发生关系，只是不记得了。 I think Carly would remember. You think? So there is room for doubt. 明显本森被下套了，对此他竟无法反驳，而这无疑又帮了广坤。检察官也是一脸阴沉。休庭后他终于爆发了，很后悔接了这个案子，甚至猜测是本森刚上任，为了做出一个大业绩才这样死磕广坤的，而这让本森也很是无语。本来自己一心为公却被误解，但检察官确实被这个案子搞得焦头烂额了，还看不到一点获胜的希望。最后俩人不欢而散，但官司仍是照打，却不料广坤很是嚣张，更是将法庭当成了自己的舞台，全程嬉皮笑脸。
甚至用庭审内容调侃法官和检察官，态度极其傲慢。可这却把陪审团逗得哈哈大笑。而对于检察官指责庭审只是你开玩笑的素材，广坤竟大言不惭称我是艺术家，生活就是我的素材。最终辩论了很长时间后，广坤不愧是脱口秀演员，他巧舌如簧，就是不承认强奸，搞得检察官也问不下去了。眼看这个案子没救了，这可把蕾妮急坏了，但这也没办法，本森只能安慰，至少我们将他送上了法庭，以后广坤肯定会收敛的，并让蕾妮放手。然而蕾妮却没有听进去，她要去干一件大事。随后蕾妮就打扮成性感女郎，主动来酒吧勾引起了广坤，而广坤果然色心大起，愣是没认出蕾妮来。接下来俩人个怀鬼胎，很快就开了房。然而就在广坤准备下手之际，蕾妮突然假装男朋友来电话了，必须马上离开。可广坤正在兴头上，哪会放走蕾妮？于是就用了强。尽管蕾妮大喊了停下，但广坤根本不听，更是直接将蕾妮摔在了床上，将强迫当做了玩笑。然而毕竟蕾妮是有备而来，突然就给了广坤致命一击。随后趁着他倒地之际，蕾妮迅速抓起摄像眼镜逃离了房间。这下广坤可惨了。接着这段偷拍的视频就到了检察官手里，而当播放给两人看后，律师质疑这是警察下的套，属于在庭审中陷害被告，所以不能成为证据。但检察官也声明，这是蕾妮自己做的，警方和我事先并不知情，并且我不会在本次庭审中使用它。可还没等律师高兴3秒，检察官立马表态，我会以另一个新的案子提起指控，同样的罪名。这下广坤可急眼了，竟大喊大叫这是敲诈，却不料律师让他闭了嘴，因为律师知道一旦蕾妮指控广坤性侵，凭这段视频他必输无疑，现在只能低头要求认罪协商了。而最终检察官和他达成了协议，广坤将成为一名10年在案的性犯罪者。当卡莉得知这个消息后，感觉又可以起诉他了。虽然警察不能表态支持，但也默认可以那样做。可只有检察官知道那段视频不能公开，因为这是协议内容。虽然没有将广坤送进监狱，不过起码做到让他认罪，并上了性犯罪者名单。只要有了这个案底，也意味着他的事业完了。而本森也终于放松了，最终证明自己坚持指控是对的。不过却被检察官郑重提醒，再也不接这样的案子了。然而这个案子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揭露了现实中最隐蔽的伤害、言语暴力，也展现了受害者们寻求正义的艰难。玩笑有底线，言论有边界，尊重他人才是最基本的底线。